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received my gifts. My first grade teacher had this brilliant idea. She wanted us to experience receiving gifts, but also learning the virtue of complimenting each other. So she had all of us come to the front of the classroom, and she bought all of us gifts and stacked them in the corner. What a wonderful idea, right? What could go wrong?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啊！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哈，蒋甲是我们在美国华人非常知名的作家和演讲家。我刚开始想怎么介绍蒋甲，我觉得有一个事情特别值得拿出来说，就是2016年蒋甲做一个 TED Talk。然后当年的他的演讲是排名全球第3的播放量啊，仅次于 Elon Musk 和罗马教皇。那欢迎蒋甲。你好。另外一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Tina 是Cisco 的Senior HRBP 啊，欢迎 Tina。Hello，大家好。好，很荣幸今天蒋甲过来跟我们聊聊天。我其实非常对蒋甲的经历非常好奇，因为我听说你是在演讲圈，就是以职业演讲作为career 的美国的圈子里是为数不多的华人面孔，或者说是讲母语是中文的面孔，是这样的吗？据你观察？对，其实我做这行的亚洲人就非常的少如果有的话，也是说在美国出生的，然后有韩国人，可能也有华人，但是说，因为我是中国人的背景，我在中国出生长大，我差不多十几岁来了，16岁来了美国，但是像我这样的，就是说以中国背景出生长大的人，然后在美国用英文做职业演讲的人非常非常少，我好像没有见过。如果你见过的话，你可以推荐给我，我想跟他聊聊。没有见过，我也只是见到有你在做这个事儿，所以其实今天非常有荣幸请到你过来。所以我觉得很自然而然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因为我们对吧，就是比方说来硅谷一份高科技公司的工作，就很自然而然的来了。但是这个演讲这个行业，首先就很难想象到有这么一个行业，所以然后你是怎么一个机缘巧合让你能够你有兴趣进入到这个行业？我先跟你讲讲这个演讲怎么回事啊？对，就是我想你们在硅谷公司做的时候，你们可能每年有这种年会，对不对？每年有这种说 sales kickoff 也好，或者全年讲一些什么 innovation 啊、创新啊这种会议的时候，你会公司的 CEO 会来，公司的大佬们会来，但是呢，有时候会叫外边来的讲员。就要给你讲一个他们的故事，然后给你激励他这些员工，所以我就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每年差不多跑差不多40多场吧，各种各样公司的这种年会去给人去讲的。我讲什么故事呢？就讲当初我的故事。我当年创业时候，可以算创业失败吧，但是我因为失败的原因就是我非常害怕别人拒绝我。所以我就自己当初做了一个视频的博客，当年十几年前了，是那时候做的东西真的很少，做自媒体的，做 YouTube 的，我就开始，既然我觉得害怕被人拒，我就找人拒我，就我那个视频呢叫做被拒100天（100 Days of Rejection），然后每天我就找这个陌生人去拒我去，然后我还拿这个电话给录起来，然后就放在 YouTube 上面，结果后来这个录的就录火了。当年有一期做了，就是说我有一次我去了那 Krispy Kreme 去那个甜甜圈的店里头，让他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把5个甜甜圈穿成一个奥运5环给我穿出来？这不可能做到啊！就是说所以我就想去问问，就被拒了就好了。就没想到那个做的人就真的对我特别认真，结果过了15分钟，他就真做出了一盒奥运5环的甜甜圈。然后后来呢，我就说就因为这个，我的视频就爆了，就火了。结果后来因为这个呢，我突然从一个就是平凡的人到了一个被拒专家，所以就是
啊，对，有对被拒有，因为被拒这个是非常人性的东西。你在公司也好，你在创业也好，他就是什么人都被拒，所以很多人都害怕被拒。后来呢，就有人开始去知道我这故事之后，就请我去到他们公司去做，给他们把这故事讲一讲，到底是发生什么。然后我就没想到，我就讲完之后，我就讲讲吧，对不对？然后，但我没想到讲完之后，这效果非常的好，因为我这个英语的这个，就是说本来我觉得英语也不是我的母语，对不对？以前我还很害怕这个事。当我真把故事讲出来之后，把我的心打开，跟大家直面就是交流的时候，我发觉，哎呦，人都非常喜欢听我的故事，而且很受激励，而他能把我讲这个被拒这些故事，学到的东西能利用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去。后来我就是越讲越多，然后后来因为这个有一次讲的特别好，就差不多3000多人一个大会的演讲，然后我讲到了就是说3000人站起来给我鼓掌。然后在里边呢，这会议就是在听众中有一个是出版商，那个书的出版商，他一听之后，他就完事儿他就跟我说，如果说你要能写一本书，写的像你刚才做这个演讲这么好的话，你这本书就是个畅销书。后来呢，我一听说好啊，那你愿意出版我书？他说愿意。后来我们就聊了一个 deal 啊，聊了一个这个谈了一笔就签了一笔约，我就写了我这本书叫做 Rejection Proof。然后这本Tina，你是不是拿着这本书？对，来，作为一个忠实读者，这本书我差不多大力宣传一下。出版了10年啊，这个，但是呢，就是今年刚刚出版商说这卖的书10年了卖的还都不错，让我又重新加新的东西，10年后要重新再次出版这个书啊。当然这也是因为这本书呢，因为我后来做演讲呢，我就发觉渐渐的，哎，有人去不光叫我去演讲，而愿意花钱，愿意就是说花钱请我，所以从开始。免费给人讲，后来一次500块钱一次，1000块钱一次，5000块钱一次，到后来差不多1万多、2万多，所以就这么多演讲一次，所以这个演讲成为我的职业。嗯，当然就是做这演讲这行业就是说其实因为愿意有人有钱花钱让你做的话，你必须做的非常的好，而且不断的要做越来越好。所以这是我一门职业，这是也是一门的艺术吧。所以我算是个艺人，就是说那种别人花钱请我就去，然后给人一段表演。所以这就是我的为什么进入演讲这行的。你是从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全职作为职业，甚至不能说是可以，就是你觉得你接下来的，比方说10年、20年，你是会以这个作为你的职业来生活？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哪个 moment 让你觉得，哎，因为你原来在创业嘛，我创业，很多人肯定都是有一些小目标，或者说我要 change the world，whatever，我有什么 innovative idea，对吧？那什么时候你从那个状态里 switch 到，哎，我突然觉得这块是我更想做的，然后你就改变你的这个职业路径呢？其实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我14岁时候，我当然给我家人写封信，说我当中国的比尔盖茨。哇，那个，然后所以那时因为我看比尔盖茨的故事嘛，所以我的梦想就是说，有一天我也能去创业，我有一天能做大公司来，这公司我也能 IPO，我也能这个靠这个，很多人在硅谷做这个梦了，我说这也没什么稀罕。但是呢，这个梦就是说我自从我开始演讲之后，写书之后，我甚至还在追这个梦，就我甚至又花了3、4年时间，我就知道我演讲演得很好，所以有人会邀请我去，我就去讲。然后说，哎，挺好啊，这东西演讲是个非常好的副业，你知道吧？你并不用花太多时间，你就去，别人就给钱，然后你就讲好，然后你就回来。我说这样我靠这个演讲来养家，然后我继续追求我的这个创业创业，对这个软件创业梦，直到后来我就发觉，就是说疫情来了，疫情来之后我就发觉这个我继续做这个时候，当时我就一段时间我非常难受，就得了点 depression。当然这个我讲不止我一个，很多人那时候在家里闷着都会有这种感觉。但那时候我就发觉这个，当我在不舒服的时候，演讲却成为让我舒服的东西。所以这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内心想，哎，我的内心，我虽然想做个创业的人，软件创业人，但是实际上我内心是一个那种表演的人，就是那种算就是艺人吧，那种喜欢去表演，喜欢去用言语打动别人，用言语去来教导别人，就是我像个老师这么一个人，这是我其实是内心的我。
这个内心的我，其实我一直不想当他，我一直去想当那个创业者。比尔盖茨，对，但是我发觉我内心不断告诉我，你不是那个创业的人，你不是那个比尔盖茨，你是这个老师，你是去给人去教人东西的人，你去把这种主意改变成用语言的艺术方法去表达出来这么一个人。所以，而这两种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用的脑子，左脑右脑，他的这种方式跟人每天接触干的活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但我以前一直逼着自己做另外那个人，但后来我发觉我自己不是那个人。当我找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做的东西做的非常好，就心里就开心了，就感觉到自己能找到自我了，内心的自我和我赚钱的方式融为一体了。这就是说我差不多疫情之后吧，我决定就是说，终于放弃了我那个想要去 IPO、想要去做软件那大亨的梦，而是专心做演讲家、写书。然后我发觉我过去的几年，我非常开心。我觉得就是说我里边这个内心的自我和我做的东西合一之后，我的每天的这个状态非常的好，而且是做出来的东西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不是比尔盖茨，但是你是孔子。就我跟你说，这两人我都不是，但是呢，作为孔子，作为一个就是那种像那种就是用孔子思维方式，当然他是个哲学家，我不是个哲学家，我是那种就是说喜欢把主意，也就是说喜欢讲，可能也这么差不多这意思吧。但是孔子的话，就是说他是那种就是那种很大很出名的哲学家，对不对？他能把这个意思能够出一派，我不觉得我能做到那样，但是这个感觉是差不多的。所以去教导别人，去用语言，去用这种文字语言，然后就不光写的，还是用讲的，这个实际上是我喜欢做的。我其实觉得哈，创业精神依然还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你虽然从事了这个职业的道路，其实我听下来感觉你其实只是在另外一条路上创业而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创业这个词的时候，总想着什么比尔盖茨，对吧？Elon Musk，什么 Elon Musk，Mark Zuckerberg，总是在想这些人因为他们都是科技行业的。但其实创业这个词本身并不仅仅局限于科技行业。我觉得从你走过的路程，对吧？你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勇于去尝试，然后慢慢的有体会，然后去分享这个体会，然后发现哎市场有一些反馈，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就更加多的投入去做这个事，不断的循环迭代，最后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这其实就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创业。他们有人说嘛，就世界上最成功的创业企业，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公司而是这个释迦牟尼，对吧？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创业者。呃，我这很多年前，大概十几年前听说过这个说法，其实对我启发也挺大的，就是不要就是思维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的 domain 或者是一个方向上。我觉得去找到这个你自己和这个市场受众大家的一个关系，一个和谐的关系，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创业中很强调的一个方向和过程啊。其实所有我很长时间我一直是就非常同意你的想法，但就在最近的一年里头，想法稍微有一点点改变。哦，对，就是说我以前还是认为自己是个创业者，但是用方法创业。但我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感觉到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做艺术的人和创业的人，因为我这两个都做过，我现在完全在写书，我觉得自己我更偏向于，因为我当年拿过 MBA，我当年我也有做过这种创业梦，所以我对 business 非常了解。但是我做过 business 之后，我发觉在和艺术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去演讲和写书，这是两条非常不一样的路。虽然理解最后都是说社会也好，世界需要接受你这个东西，能卖出钱来，对不对？但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说啊，创业的人，这种创业者，这种商人的话，他做出来的东西是 fungible，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是他的产品和他人是分开的。你比尔盖茨你也好，谁也好，你看那个你做这个产品之后，他不做了，这个产品照样能用，照样好。但艺术有一点不太一样，是它艺术做出来的东西是 non-fungible。你做出来的东西的话，这个产品，这个艺术的结果和他这个艺术家本人是离不开的。
嗯可所以以理解为你创业，但是这个产品是你本人吗？可以这么说，是嗯要做艺术的话，它是说等于是你的背景、你的这种、你的想法、你的心情，甚至你在那时候的时间，你要把它嗯或文字也好，或说话也好，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出来，对不对？它表达出来那个东西是没有别人是可以做得到的，你别人可以学，但你做不到那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它和这个艺术家本身是连在一起的，但产嗯品谁都能做，你知道吧？虽嗯然说有些人这个你 product manager 就是他都能而且呃产品你不做了，别人照样做，对不对？可以买 Google 新的 product manager，但艺术的东西就非常的难，非常难说你有一个人嗯他能够完全取代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两的看法，就是觉得，哎，这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自己对这个艺术这个业越钻越深，越钻越深。以前我是在创业的时候，就是想要当那个创业的人的时候，也钻的是非常深。但现在这个通过这个作为这种艺术家的这种做法的时候，我发现，哎呦，我这个想法和这个行为是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嗯另外一点啊，我再加一点，创业的人的话是以结果出发的，就我们都知道说 lean startup，对不对？其实我们嗯就想要成功，成功就是你要创业人，你要找到 product market fit，对不对？然后找到之后你要 scale up，然后你要 hire，你要这一套系列的东西，它是有个结果的，你没这个结果，模板。对，你有这个模板，有这个结果，你没这个结果的话，你这个创业就失败了。但是艺术的东西呢，你不能太在乎结果，你越在乎结果，你越做不出东西来。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在乎结果的话，你开始学习别人，对不对？别人做什么我也这样做，但那东西呢是别人的东西，嗯嗯你超过来，你自己画一个，你画一个蒙娜丽莎，对不对？你真画出来之后，你自己刻个大卫，这都能，现在科技你都能做出来。但你出来之后的话，你那个东西可能就值几十块钱。但嗯蒙娜丽莎那东西，那以前那个达芬奇画出来的话，是一个无价之宝。这就是这个区别，说你一定要做出自己的东西来，这东西只有你做出来，而所以就觉得没有模板可循。呃，艺术家不能学习别的艺术，就不能抄袭别的艺术家，但是可以从别的艺术家来吸取他的精华，就他可以影嗯响你。比如你像，我就想这个，我前两天看了一幅，我就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我在 Reddit 上看到一幅画，毕加索，毕加索年纪大了，他在画一幅画啊，就画一个人脸画，他就画，就是画完之后呢，就觉得说，就是你如果你就画完之后说放在那上面，然后底下很多人说这东西画的什么玩意儿？这我小孩都画出来，对不对？我6岁的孩子画比他好，但别人说，我 you don't get it，你6岁的孩子你画出来的东西，你慢慢试试去。他这幅画随便就画出来，签个毕加索的名字，就是几十万美元至少的。他那些名画的话都是千万上亿的，但是这么随便一画一幅画就是几十万，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毕加索，嗯这是毕加索，是他画的，这是他代表他的东西。人对他，他这个东西的内涵在那儿，不是你一般人能考虑出来的。嗯，对，我讲的可能有点太悬了啊。有没有可能就没有没有是毕加索随便画的，然后就没有，他那个随便画其实都是有他的，就符合他的美学的逻辑和沉淀，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你只看到表象，就是它对，的背后的逻辑不一定要逻辑，艺术可能没有逻辑，但它背后的这一套，它所有的过去的艺术的沉淀，最后产生出了这么嗯一幅作品。没错，没错。你用电脑复印一份，totally different，它的价值完全是不一样的。嗯那个我刚才也谈到影响力哈，就是说嗯不同的艺术之间的这个影响力。那我们知道一个演说家其实是很有影响力的，对吧？我其实很好奇，你现在呃跟你的观众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有没有收到一些反馈？就是说，比方说你说的东西对他们很有帮助、很有价值，他比较就是启发了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比方说像比较著名的，像 Steve Jobs 说过这个“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嗯4个单词成为了多少人的座右铭，对吧？时时刻刻放在那里，对吧？我要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所以就是振奋人心，去启发别人，去激励别人。嗯，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从你的观众中获取一些 feedback 来说。这么说，我先讲一下 Steve Jobs，你这个问题说的很好。Steve Jobs 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创业者，他确实是就是创业者，但实际上他内心是个艺人，艺术家是吧？他是我其艺术家实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他其实你是从那个角度出发的，对。你看看他做的事情，他当年在他斯坦福那个演讲，为什么讲呢？就是说 follow your passion，对不对？这个演讲就是说影响多少人？他如果但你再找个别人，你看伊朗马斯他能这话说出来，能不能说出来？Bill Gates 能不能说出来？Mark Zuckerberg 这些人都讲不出那样的话来，但 Steve Jobs 他就能讲出来。我做演讲的我就知道一听他这哇，这个他对这个非常的投入，他对这个演讲这个事本身作为一个艺术来讲，你看他当年去那个 product launch，对不对？他每次那个什么 iPhone 出来啊，什么东西啊，对对对什么 One More Thing，别人他是把每一次的这个 launch 作为一个艺术品来做，他不说你这东西我再也没有办法复制了。我来之后从头到尾我说的话，我这个产品，我请的人来讲这话，我这个 PowerPoint 都是一套艺术品。为什么说别人做不出来？现在别的这些人创业者上面，他是把这个做出来是一种这种 transactional，很这种就是一笔交易。我来的时候，我需要开这个会，我把这个产品告诉你，你来买吧。但他是把这个作为艺术品来产。而且当年那个谁，那个乔布斯，他在做那个 iPhone 的时候，他 iPhone 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这个 iPhone 他在这个说拿那个最精细的那个钉子来钉这个东西，而他钉的话，他一定要钉的特别的好，而且说你必须按这个方法来钉，就是一点都不能差。钉的不好的话，你要重新来。嗯，但这个钉子是从里边钉的，就外边人根本看不见。所以对，就 iPhone 从外面你很难找到你可以打开的地方。对，但实际上钉它里边钉，所以他员工就说 "What are we doing?" 对不对？这东西是没有人看得见的东西，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做？但那乔布斯跟人说嘛，说我看得见，上帝看得见，我们在做一遍艺术品，我们没有在做一个光是产品。就他骨子里是个艺人，对，一个艺术家，所以我就说呀，就是做艺术家也可以做成很好的这个创业者，但这样人很少很少。再回到刚才你讲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去做的这个东西，我现在其实每一次我想去做演讲，以前的话，我做演讲的心理，我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做了差不多400多场演讲，就别人给我钱，就是你们在这些公司的话，听众你们在哪个公司工作，其实我应该在你们公司都有讲过。如果你是世界500强的话，我讲过很多。其实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我就说每次去把自己的故事就讲一遍，然后别人给我钱，我挺开心的。现在的话，我是每次我都把这当做一件艺术品来做。我和你就在观众就是花1小时时间，这以后我和这人再也见不着面了，这人也和我再也见不着面，但是我在那1小时我会把我最好的给你。我就用我的想法说，我用我最大努力，我把我所有的这种精华，我这些学习的知识都教给你。我希望这个东西能改变你，如果能改变你一生，那最好。但是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我能控制就是说我把我最好的给你。但往往就是靠这种想法的话，我常常能够说别人他听我演讲的时候，听过我的故事，听过我的演讲，他会跟我说，哇，我从来没有对被拒这个概念有这种想法过。你真的，然后常常几年之后就会有人给我写一个 LinkedIn，说当年在哪儿跟你见过面自从那以后我做了什么什么改变，比如说我的职业发生改变，我可能变得人更加不怕被拒了，变得更加愿意去找我的上司，跟你去找 promotion，或者说去想有新主意之后，我就不怕被拒，我去跟别人说出来，我去把它做出来。以前我害怕，我现在不怕了。也有些人去创业的，以前说就是我就去每天就在公司工作，但我听了你之后，我去自己创业去了。还有人去做 podcast， 有人就说像做这样的，就有人就去，我知道有2、3个人，他就跟我说他们做了 podcast， 而且很多人听，很多人看的东西。他说你因为是当年看了你的视频，所以这些呢，就说对我的
我觉得就是说，这也是说作为演说家的一个非常呃让我得到这种内心满足的东西，就是说我做的东西不光是挣钱，我还是真的说有些时候我能够帮助别人，影响到别人，对我的世界是有影响力的。是，这个我可以就是稍微加一个，就是我跟蒋甲认识也是，2018年吧，我在公司做 HR 做 sales 的 HRBP，然后我们当时就是 sales 销售大会，几万人的销售大会，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商量要选 speaker，然后我因为看了蒋甲的 TED Talk，我就把这个他的视频发给了我们的这个讨论的小组。然后大家看完就一致说要请这个人，Rejection Man 太有意思了。而且就是我记得当时蒋甲在我们那个 Las Vegas 的这个 Sales 大会上，几千人的会场，就是这个1个小时是大家就是聚精会神，它是一个 experience。它不是 your average training, your average speaker，嗯，充满了欢声笑语，而且我觉得你当时就是特别就是抖梗，就随时就能抖几个梗。我当时在台下充满了自豪感，你知道吗？这可是我们中国人啊，然后真的是，而且当年的那场这个 workshop 也是评分最高，然后过了这么多年，我经常遇到一些 sales leader 问我说。How is that the rejection man doing？他们可能有的记得你的名字，有的就记得你是 rejection man。然后过了很多年以后，我还是经常会被人问到说，How is the rejection man doing？When can we invite him back？所以我也在一直努力这件事情，再给我一点时间。好，那个对，谢谢你。对，如果我能，我上次首先你上听我演讲，看到我这个 TED Talk，然后你把这个传给你的这个同事去推荐，实际上这就是不怕被拒的一个表现，对不对？这个就是说你去敢于把这本身这个 idea 是你出来的，但是你有这个结果，就是说对你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就是这样的，我们有对，想法就得去说出来，而且你要去敢于去卖这个主意。sell 你这个 idea，这就要克服被拒的东西。然后结果之后有可能成，有可能不成。但我很高兴那次我觉得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在拉斯维加斯在 Cisco 那个讲的，我觉得我记得很清楚，这很大的场面。然后对实际上所以。我就给大家做演讲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我需要给大家一个 experience，但更重要，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啊，我需要给大家一个 experience，我不是说刚给你讲个故事，就给你讲个道理，讲道理多了去了，网上这么多东西，对不对？我看 PowerPoint，我讲1、2、3、4，这个不行，我要给大家这个 experience，把我的故事从头到晚有起有伏，有原来。有失败，对不对？而且有在关键时刻不行的时候，在突然间就有高峰，然后在高峰之后说，我怎么这个学到了什么东西？我在这里有什么让人 guide 我？所以如果你对你听众你对这个演讲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就说就想这个东西，这个不是想演讲，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就是随便讲出来的一个东西，它是要把自己的故事通过自己的故事把你这个道理揉到里面去。你故事呢，就听了之后，大家听了高兴了之后，你那个学到的东西就很容易了。所以，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是要把这作为一个 experience，像你讲的。但现在的话，我觉得我更升了一个档次。我觉得我想法是，我把这个每次演讲作为一个艺术品来讲，就是不光是一个 experience，而是一个 art。这个艺术品的话，就是那个小时，它的结果就是声音出来，但是呢，这个艺术品是包括观众的。我要跟他有互动，他这种反应，他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艺术品的一部分。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来用这种方法看，要不然的话，这就是很 transactional，你知道吧？就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演讲。对，特别好，特别好。你们刚才两个人讨论的这个案例，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 NBA 毕业了以后，参加工作的头几个月，被学校邀请回给下一届入学的新生讲怎么找工作，而且是就是入学的第一天的 orientation 上。给嗯所有的入学的 NBA 的新生
讲怎么去找工作的。当然原因也是因为我找工作经历比较坎坷，所以我天天去 career 那个 office 找那个老师聊怎么找工作，都找不着，很痛苦。然后所以就跟老师很熟，所以他知道我的故事。我其实当时是我第一份工作在易贝，是一个 internship，我是被易贝拒了以后，拿了拒信以后，最后去易贝做的 intern，所以这个 story 就特别有代表性，就被老师挑出来。然后我重点不是想说我怎么找到工作的哈，我的重点其实是想说，后来若干年哈，我在湾区有很多我们校友，就是在各种 social 的场合见到我最自来熟的就是我给过那个分享的那一届，他们说啊 Zoil 啊，我们都认识你，我们都知道你啊，你就是我们开学第一天去在这个 orientation 上给大家介绍怎么找工作的人。他说当时我们觉得特别的 proud， 对吧？而且是一个中国同学，这第一天给所有几百号人来分享这么一个经验，就觉得特别 proud。我觉得刚才Tina 有提到一个点，包括讲讲你前面有说到，因为我们就是说你是在这个行业里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对吧？你说的这些内容、这些分享、这些 idea，其实是给所有的各个族裔的人都听，因为大家的传统印象，对吧？在科技公司也好，在上面的发话的都是白人，对吧？然后我们是下面听着，然后我们去工作，对吧？就是去 fulfill 或者是去 implement，但当这个关系反过来以后，其实这种关系哈，在北美其实并不那么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华人的影响力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在公司说，哎，我们要提高华人的影响力，大家说了很多遍，但怎么提高，怎么做，对吧？有哪些方式？大部分人想到就是说，嘿，我要 promote，我要 promotion，我这个位置更高，对吧？大家就会听我说话，当然也是一种哈。但是我觉得，你其实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模板，就是说，我有我自己的东西，我不需要通过一些特别的 hierarchy 的东西才让你能够听我就是真诚的分享，我就是publicly 的去说这些东西，然后让感兴趣的人知道，然后愿意听我，而且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哎，心服口服。我觉得这是特别了不起一个事儿，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我刚来美国时，我读过来美国不久之后开始读很多书，有一本书写的作者叫做 John Maxwell 啊，很有名的人写 leadership。这个如果你看 leadership 啊，这个人算是一个经典人物啊，他写的书。John Maxwell 他对 leadership 的描述就一句话 ，OK，leadership is influence,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Is influence,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一般认为 leadership 是 position， 对不对？所以你是地位。哎呦，我 CEO，我就是 leadership。但你 leadership， 你 CEO， 你有人讲这话，别人不听你，别人不买你账，而且或者听了你的话，人家说 OK， 那因为你说，那我去干了，因为我得保着饭碗，对不对？对，因为你是 CEO， 反正对你 CEO， 我不干这，你把我炒了，对不对？这种 CEO 和那种比如说乔布斯这种 CEO。就是非常的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你对这个人有没有 influence 和你这个 position 并不完全，可能有些这个关系，但绝对不是100%成正比的。对人家你可能这个人他并没有在这个等级上他有多高，但是他对一个人的影响或者对很多人影响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就是 leadership， 别人买不买你账。别人你讲出来的话有没有人听？在我这行业非常其实就很明显，有没有人听？钱，你就人愿没有花钱来请你，对不对？对你同样这几个那个像那个 Tina， 你知道，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那个候选人，肯定有很多的 speaker， 你们选这个东西，这个就花这笔钱给谁？有些人而且每个人价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是最后钱是最明显的这个表现了。然后所以作为演讲，实际上是有这个，你把演讲做好，绝对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他是别人愿意花钱来请你，给你1小时时间，在那1小时里头，他把这个空间
把你员工的这个所有注意力都愿意给你，那其实是很危险的。你上来胡说八道怎么办？你上来之后，一上来就骂你公司怎么办？对不对？我上来说 Cisco 特土，对不对？我两句话就那个就砸了。他对你有这个信任，他对你有这种恳求，然后邀请你来拿钱来雇你来做这个，说明他对你有信任，说明他认可你这个。尤其是结束之后，如果大家对这个那个反应很好的话，这就等于是我对他的我对 Tina， 我对你们整个 Cisco 这个领导这个班子一个回馈，一个感恩。Anyway，说到这个，所以再回到这个说，在我这行中国人很少。就像你刚才那个做你说这个例子时，我听得非常的这个有感触。一个中国人去分享一个自己的故事，那时候你就有影响力，对不对？你通过你的故事，别人很多人听到了。那往往那时候别人回来的话就说哇，非常自豪，中国人来讲这个，对不对？可能我们自己也在想，哎呀，我很自豪，对不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讲，这是我以前想的。我现在越做这个越不自豪，而且我不仅不自豪，我对这个现象非常的不满。为什么？就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说，没有人，就是很少有这种像我会讲中文的人，然后拿英文在美国给人做演讲，是的，这个不是个好现象。中国人有时候往往这是本来就说我们觉得好像自己做到一个程度，很多人没有的话，觉得说看我挺牛的哈，对不对？作为中国人好像是，但我后来就越来越发觉，你越这样，你越上不去，你到一个瓶颈了。如果你的族裔人和你很像的人，在你同样这个阶层越多，这样人对你是越有利的。我在你上次那个大那会议上，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有这个东西呢，叫做 Magic Third， 就是说，往往说在你这个族裔中，一个 idea 也好，或者一个族裔也好，它在人中，如果到了1/3的数量之后，它就被 normalized， 它就被一般化了，别人就不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了。我举个例子啊，你要是个什么公司的 VP 的话，你们公司有，举个例子啊，20-30个 VP，OK，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做一个 VP，对不对？别人都是白人什么的，你会觉得说挺好，对不对？我中国人挺自豪，但实我看到际上很多人经常介绍说，这是某某某公司唯一的华人 VP，就有很多这种介绍唯的方式一的女性 VP，对对，唯一的女性 VP 啊，这种这个听着像在夸他，实际上是很可悲的，因为这个结果是，如果这个 VP 想当 SVP， 想当 CXO， 想当 CEO， 他很难很难，非常难，因为他是个 token， 在那个时候。当你是唯一一个亚洲人，在一个群体中，你是唯一一个亚洲人的时候，想把你就是说别人看你，他不会看你是一个，他也会看你的内容，但很多人看你，实际上你是个亚洲人，就是他是你的族裔，这是他第一印象。但是如果有近1/3的人是这样人，你不用多啊，20个人中你有5-6个，对不对？亚洲人话，这时候别人就看你之后，你就是个人。你就是一般人，他会想的是你的东西，想着你的能量，想着你的这种你自己内心的这种质量，而不是说你是不是亚洲人这个本身。所以说呢，我们其实我们想亚洲人想要在这个不管什么行业啊，因为我自己在我这个演讲界，这是我很在乎的。但如果你在你公司里做出点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很多中国人害怕去雇别的中国人，觉得怕别人说我们有什么啊，你裙带关系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印度人就不怕，印度人就对。为什么印度人他到后来就是说这种上面人做的特别好，就是说这个就好多公司 CEO 那是印度人。你看他那些 VP 好多印度人，他4-5个，他一个公司中就这么简单，20个 VP 中。你有4-5个印度人的话，下一个选一个 CEO，你就很可能是一个印度人，因为他不在乎，他没有那么奇怪。但你一个中国人，19个别的印度人那个白人，你那个中国人永远做不了 CEO。所以，如果你想升职的话，你做最好的方法就是能提拔，帮助更多人到你同一阶级上，这样你能窜得越快。这个特别在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特别在乎别人的 perception 也是一个不是特别自信的表现。因为我们其实来到那个我这儿都是移民嘛，
总有一种就是说，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个白人，这个国家是白人打下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白人，就是说的比较就是不是很 PC 一点的话，这是个白人主体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来到之后的话，往往是一种叫做那种 survivor mindset，就是那种我想 survive，我想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而且中国人其实很努力，很聪明，对不对？有些人能活下来，不仅活下来，还干得很好，往上窜就上去了。用最大的努力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觉得说，啊，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就说我是个独苗，但是你看这么多中国人没做到，我做到了，就挺自豪的。对，这个是典型的那种移民的这种 survivorship 这一个 mindset，嗯是那种 influence，它不是那种 abundance mindset。你去嗯看看那些真正有影响力人，他们坐上去之后，第一件事说，我能不能把像我这样的人能帮助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来了之后，如果我能去帮助他们的话，我能改变我这个族裔，我能改变我这些人，这些人，我能帮助他的话，他们这些人做上来的话，实际上，第一，这是你自己影响力的一个增加的最好方法。第二，别人是对你这个认可的，没有人觉得说哦，你帮助自己的族裔人，外边人不是对这个是认可的，他觉得你这个是个慷慨人，他觉得你是一个有想法、有理念、有影响力、有领导力的人才会做这个事情。而那种嗯自己上来之后，赶紧说就怕别人上来跟自己一样的人，我把你别人都压下去，我这样我自己当独苗，你看看我很得意。这种人的话是一种，这种是你知道吧？他是那种 scarcity mindset，就是缺少性的这种思维，他是做不高的。所以我就说这个，你这种思维的转换，我自己有这个转变。自己有过一个转变。我当年要在5年前的时候，我在丹佛，在做NSA，就是是 National Speaker Association，不是那个 NSA，National Speaker Association，这是一个 association 专门就是 speaker 的，差不多1000多人来，我在这里做了一个 keynote speaking，就是在他哇，为大家来讲了一个东西，讲完之后大家给我鼓掌啊，当我底下看上去，白花花的一片，全是。整个1000多人中，我见到一个中国人，见到一个中国人，当时就说我那个感觉，从自豪一下改变了到了这种觉得难过，就是亏欠，觉得说为什么不是1/3的人是中国人？哪怕不用1/3，我们的人口可能是那个在这个亚洲人占美国这个人口比例可能不到10%吧，但为什么上千人中没有100个人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只有这么少？这不是好现象，这不是好现象。所以在我自己的励志的话，我是要想办法帮助很多人敢讲、想讲、想把自己的主意发出来。他不甘心光做一个 engineer，他不甘心光去做一个这个螺丝钉，或者他不甘心说光爬梯子，他希望自己有理念，能够影响别的人。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这样的中国人。感觉应该赶紧开个演讲课，这个对大家拭目以待。同时，我也想表扬一下邹友同学，对吧？这个硅啊，谷帮就是一个帮助大家去 connect，然后形成一个这样的华人 community，服务本地华人的一个 podcast 一个 show。对，所以你看过奖过奖，我非常棒。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其实是一个面向大家的平台，就是大家可以去沟通、去交流，然后去分享。我觉得这也是我做这事情的一个初衷了。那个也感谢 Tina 和蒋甲来配合、来支持，对吧？呃，对，我能加一点吗？我觉得就是说，不要随便一口带过。我觉得做这个是需要勇气的，对，需要被有失败可能性的恐惧，就有失败可能性的一件事情，人去做了，这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因为做自媒体这个你很容易失败，很容易出来说没什么人看，对不对？然后你也在探索，这个东西想成功不是这么容易的。有时候想找到一个爆发点，然后找到一个爆发点之后，能不能再持续，很多很多问题。但你敢去做，知道吧？这世界上这个成功的成功的货币是什么？成功的货币不是你的想法，成功的货币也不是你的愿望，也不是说你有多聪明，而是你的行为，你的行动，你去做了，去做，你就有这个货币了。对不对？是对对对。将来这个能怎么转变？这就是这个不断这个 iterate，这个
去做，就是一个勇敢。你走出了自己，所以我对你我也有一些鼓励。哎呦，感谢两位的鼓励。我其实做这个事情，我从脑子里有这个 idea 到实际真的做出来，我思考了2年。啊，就确实不是一个真的是容易的一个决定。我今天突发奇想，我想做一个自媒体，我就做了。我其实嗯脑子里想了很多，确实如江家所说，脑子里盘旋着最多的害怕的就是怕失败。就说，嗯我做一个这个节目，万一对吧？我做了3期，没有人愿意来跟我聊，对吧？我 approach 说愿不愿意来一起来做个自媒体聊聊，别人不愿意。那我这不是很难看吗？对吧？我照一个节目搞了个3、5期，然后没了，这不是很傻吗？显得这个人也虎头蛇尾，对吧？就确实克服了很多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才就是跨出这一步。也是，当然肯定是要感谢各位的支持了，就是要不然也走不到我们今年是第2季了，对吧？确实是这样。我这么一说吧，其实做自媒体啊，做个 YouTube 这种视频的东西的话，实际上它是需要用艺术人的这个 mindset，而不是创业者的 mindset。这个创业者 mindset 实际上，我同样的就是一个想法，我能想很长时间，想到后来就是把自己来 talk out。这个创业者的 mindset 和艺术人 mindset 还有什么区别啊？创业者的 mindset 人，他害怕什么？他怕失败。OK，艺术者的人 mindset 怕什么？他怕自己这个主意没有被发挥出来，他害怕自己这个想法就死在自己脑子里了。就是他后来就发觉说，实际上你是有这个使命。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使命，把这个主意给带出来，你就像一个孕妇一样，你要把这孩子生出来，对不对？你这个主意实际上是你的孩子一样，你要把它给带出来。你带出来之后，这个成不成功的话，有可能成功，有可能不成功。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是你在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对不对？很痛苦，但你要把带出来。你不带出来的话，你要死在脑子里，那是你最大的失败。对不对？但你创业者的话，你想，哎呀，我怎么成功啊？我怎么那个爆发点呢？你会想很多。但我告诉你，他们这些做的最好的这些自媒体的人也好，或者这什么也好，他是以这种艺术人的 mindset 来做的，因为他在乎过程，他在乎把这个东西做得很深，他不太在乎结果。嗯。对，我觉得做出来是很重要。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又启发了我想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最开始的 idea 还不是做一个自媒体，我最开始有一个 idea 是我曾经在上大学大4的时候拍过一部，那个时候流行拍 DV 短片，嗯，就是那个时候还流行 DV，我用 DV 拍了一部电影什么是 DV 啊？，DV 是一个 recording，一个录像机，哦，那 OK，那 OK，对，或者 OK，是吧？有些年代了，对吧？都没听说过了。我听过一对，些。里面还是放磁带的，放磁带的嗯然后那个，我们当时是学校里拍的嘛，所以邀请来的演员都是同学。我那部戏一共有5个男演员，就是男1、男2，还有一些角色演员有5个。大概7、8年前的时候，那5名男同学都在湾区硅谷。嗯我就特别想做一个事情，我就说，我再把这些人聚起来，再拍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跟原来那个电影做一个比对，对吧？这可能已经10多年过去了，对吧？大家从当初在这个电影里扮演什么角色，现在是个什么身份？因为很多人其实也很成功，就是毕竟是靠自己的奋斗做得很好，有这个 idea，但是一直没有去做。然后后来就发生什么事呢？就有的同学随着职业的发展，他又回国了。他有更好的机会。那有的同学搬离湾区了，那这5位同学里有一位同学去世了。就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就特别后悔，特别遗憾一个事儿。我觉得我有一个 idea，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idea，但是我没有做，没有做这个，当时机过去就没了。就没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给了我一些正面的激励，就是我最后怎么能下定决心来做这个事儿，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影响。
我就觉得我不能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对吧？如果你有一些想法，如果你不去做的话，其实是很遗憾一个事情。对，嗯，非常好。其实，哎呀，这个东西这发生了的话，可能是让你做个，如果你做出来的话，能想到那可能是个艺术品，对不对啊？多少年的现在，对对对对对，就对不对？是一个很好的艺术作品。你对脑子可能在想说，哇，这做出来之后，哪怕说你那个朋友去世的时候，在他葬礼上放，这都有可能，对不对？觉得说，哇，对，这多么好艺术品，这个没有做成，这个主意就死掉了。是的，但是呢，这个主意它有一笔遗产，这笔遗产就是交给你这个现在这个想法，让你不要再把这个主意然后再死掉。所以呢，你接下来这个东西可以说是那个艺术品的一个哎呦，给他一个交代。您说的一个太好了。再生。您说的太好了，就是把这个演话说家就是题给升不一样。华的，哎，我都感动了，真的。对，哎呦喂哎，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我觉得，就是讲讲你的这个，因为我对你比较了解，然后过去这么多年，六七年吧，然后我是看着你成长的，然后我觉得看着你长大的，泡泡尿布。没有，我就觉得，就比如说刚才这个瞬间，你能接住这个话，然后马上就是给一个非常好的 response，就这个 spontaneous，它是一个需要磨练的过程。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就很久之前刚加入美国这个思科这么一个大公司，然后很多之前刚加入菜鸟的时候就不太敢讲话，而且特别害怕，就是在这种瞬间。你没有一个特别好的 spontaneous 的 answer，然后你，后来我觉得就是慢慢就是比较敢讲，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说我的这个临场发挥不是特别的好，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就是开始 force myself doing all kinds of speaking。下个月我会去在那个 California Conference for Women 做一个 speak，也是200人的，对，我就是受到你的鼓舞。但你是就是对我们这种演讲菜鸟刚开始，对，就是包括我相信我们的听众肯定也有跟我差不多的一个经历，就是你想去做，可能不会做到你这种演讲家的水平，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能 speak up，be myself。非常 confident，然后 in the moment，don't think about too much。Like how do you，就是你怎么样，就有哪些 tips，你是怎么打磨你这个反应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棒。是这样的，首先谢谢你，有2方面啊。第一方面的话，你需要，一方面是经验，一方面是心态，这2个都嗯，先讲对，先讲经验。我实际上就是说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说我去演讲的时候，每次演讲完了，我演讲的这个模式很简单，45分钟演讲，15分钟 Q&A，你对，问问题。问问题的话，我随便你爱怎么问怎么问，只要你和那个你可以这个任何这个问题，这个你像我，而且科研中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很奇怪的问题，甚至有攻击性的问题，很多人是我都能够一点点回答，这都是练出来的。所以我讲了400多场演讲，我就做了400多个 Q&A。然后，嗯所以这里边通过这一点点渐的话，他就说我能够这种不光应变能力，而是说，因为而且这个呢，也是说在 Q&A 他问的问题，为什么我能回答呢？因为他实际上他问的这个话题是我专家，我是背句专家，嗯我自己写过书，我把背句的这种心理学这种由于这种经历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我都透了，他问我嗯，问不倒我，所以呢，明白。这是经验方面的东西。但所以做这种经验，然后另外呢，就是这种我也去做过 panel，我也去跟人家这种去应变，所以这些都是练出来的。另外一对，方面呢是心态问题，嗯这个心态问题就是说，心态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在是一个艺术人的心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把我最好的给你，然后我把我全心的投入。我这次来，我们跟你聊个天儿吧。我的任务是，我们把这个对话作为一个艺术品一样。OK，至于怎么样，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这样的话，作为艺术品的话，艺术品您不能拿块肥皂出来，对不对？这样艺术品这不行，你得雕这个东西，你得有去想法，你得去赶，你得去抓住每一个瞬间，抓住每一个想法，你把你自己的想法加上去，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对话，现在我们对话实际上是个艺术品的一个打造。这个东西啊，听着好像很玄，但实际上你有这个 mindset 的想法之后，你就嗯感觉说你做出来的东西会做得特别好，而你特别嗯投入，而你不会后悔。你把这个东西给最好的了，我还有什么好后悔的？没人看，没人看，没人听，没人听。你觉得被别人骂两句，Who cares？但是我已经把我最好的给你了，把最好的嗯给你，这就是我能够做到的。这也是我说给我最大的信心。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这个你的要有这个经验，要有这个知识，另外你要有这个心态。所以说你的啊心态就是要摆正，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要给出我最好，就对先把这个 mindset 摆出来，对，我对觉得特别对，好。你要的不是个结果，你要的嗯不是个别人接受你的结果，你要的不是一个就是说怎么样结果，你的结果就是说我就把最好的给你，嗯最好给你，什么都给你，然后我们就这个，然后不管什么结果。嗯呃，太好了啊！我觉得刚才我们从这个角度，其实是一个战略的角度，就是从 mindset 的角度上，怎么来提升自己这个临场反应，包括一些怎么 convince 别人，怎么 influence 别人。我觉得我们在前期我们在聊的时候，还有一点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从战术上来说，嗯呃，怎么样说话能让我们现在在美国嘛，能嗯让美国的这些人能够听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您自己好像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你去比方说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这些地方嗯，讲的演讲的效果，不如在美国这边演讲的效对，果。然后我们也有聊到，比方说像 Ronnie Chan，对吧？我们就觉得 Ronnie Chan 一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边过来的人，他怎么开启美国人的玩笑这么的恰当，对吧？对，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都是移民，对吧？嗯。他怎么就对这个文化的这些把握的这么精准，然后能够调侃他，然后说的大家哄堂大笑？我觉得这方面确实也是挺奇妙的，就是有的人好像就特别能够适应这些文化，但有的人好像就他的这个思维方式还是很不能够很本地化的话，就很难 convince 这个本地的观众，是不是有这样的有区别啊？有，实际上是这样子。我的，你刚才讲的例子就是说我现在演讲，我都拿英文去演讲啊，中文我演讲我只做过1、2次，然后做的很糟糕。然后而且我演讲呢，我在美国都是去做，我去亚洲做的时候，往往做的效果没有在美国的好，差得很远很远。虽然他们那儿也听懂英文，但是他们就觉得说好像好也没有那么好笑，或者也没有这么深入。为什么一点呢？就是说我对美国文化了解实际上是非常的，就说是专一的。我对文化的摄取，我对知识的摄取，全是在英文用，就用英文来。比如我平时看电视也好，我去听这些 podcast 也好，我读的书也好，全是英文书，我不拿中文读。我不，这是养成习惯，这不是说我看不上中文还是什么，因为我10几岁就来的美国，实际上我在受的教育，我在美国的受的教育要大于在中国受的教育。但是给我一个当时我来美国之后，第一就是我拼命要学英语嘛，所以我就说，后来我就发觉，哦，学英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你去娱乐和知识都用英语，这样你不用去努力干这个事，你自然而然的这个就能做成。你把你喜欢的事情和你想做的事情融在一起。我喜欢什么？我喜欢看电视，我喜欢听这些东西。我想做什么？我想学英语。我把喜欢的和想做一块儿，它就自然了，我就不用太努力去学英语了。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当初就说时间长了之后，我现在就是听的书啊什么。演讲 podcast 全都是看的电视，全是英文的，我基本不看中文的，这是个习惯问题啊。我对中国是一点，我中文我是一点没有这个什么，一点就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只是说我的习惯。但就因为这个习惯，我对美国文化是极为了解的，甚至说它的文化是精髓。我现在写 newsletter 也好啊，我演讲也好，实际上都是在精髓的文化，我可以就是讲的非常的深刻。这个是通过你长时间的这种言语、这种文化、这种摄取、这种甚至说输出，这是给自己打造出来的。这不是说就说突然就说到能做到的。但是呢，每个人都可以相对的做到很多，就是呢多花时间把你想做的事情和你喜欢做的事情融在一起。
反过来说，我有2个孩子，我想让他们这2个孩子，别人常常见在美国出生长大啊，ABC，很多人见过，他们说我听很多人跟我讲说，这2个孩子是中文是我见过 ABC 中讲最好的，这话我不止一次听过，这个我没什么好自豪的，因为我没有去让他们上中文课，我也没有去教的中文，一点没有花时间，我就是说，你不是喜欢听故事吗？你不喜欢看电视吗？拿中文看。他们的娱乐，他们的这种东西全拿中文来听，所以呢，尤其小儿子啊，讲说话这满嘴成语，成语，哇塞，太厉害了。对啊，就说什么，比如说那个2人吃饭的时候挤了一下，他跟说哥哥，你让我无处可去啊，就是无处可去。然后这是小孩说的话嘛，然后但是因为他听了一些故事啊，那个我在网上下载一个东西叫做一个 APP， 那个叫做凯叔讲故事，我家也听这个，我家也听凯叔讲故事。凯叔讲的非常好，因为下一个，对你要有孩子的话，凯叔讲故事就让你孩子学中文绝对是最好的方法，你不用逼着不用打的，他听着会听上瘾，而且他每一听他就自动就把这个一个文化言语这个语言就给你就摄取了。所以呀，回到刚才这个你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说我现在这个讲的在美国比较吃香，在这个亚洲呢，就是说可能，当然我也常去亚洲，亚洲人请我去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我是亚洲人，他就用自豪感，觉得说哇，有一个这个亚洲人去做演讲，我想找一个能够和观众觉得近的人。更 close。对，我下个月我就要去新加坡我就不知道去多少次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去那儿去演讲，好多的这种保险公司叫我去那儿去讲去。但是呢，但是呢，就是说，但是真正能听到我觉得说我讲每个故事都觉得说哇，我讲的特别好，每个故事都觉得说就是哄堂大笑，这就是美国人，因为我是用这儿的文化的方式来讲的。所以呢，我想说，如果大家在西方住，在美国住，或者你在哪儿住也好，你觉得你要想对当地有影响力的话，你需要对当地文化非常了解。但是这样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的娱乐、你的知识，用当地的方式来摄取。那对于我们这种，比如说就是在 late 20s 才过来的移民，有一些文化是比较细微的，然后很难以捕捉的。比如说你上次说那个 Five Guys，我们上次有一个内部讨论说为什么 Five Guys 这么好吃，然后我就是完全 get 不到。然后呢，对，就是他就是你都，然后后来我回去跟我老公讨论一下说，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 Five Guys 好吃？他说因为 you don't care enough。You don't care about burger enough, just like I don't care about milk tea. 就你不在乎这个东西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去感知它的区别。所以说，对我们这种就是比较晚，不像你这么早来美国的话，怎么去感知这些细微的 culture difference？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Five Guys 这么好吃。对，我跟你说啊，Five Guys 好吃不好吃这个不重要。对，真的吗？对，我们也没有收他的广告费啊，在此说，对，没有。不，我的意思就是说，Five Guys 这个文化也好，有很多很多东西，我很喜欢体育， OK， 对不对？这个体育对一个人，我去演讲，对一个不喜欢体育的人一点用没有，所以这是你的兴趣爱好。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爱好，你可以把它用出来讲出来，但是呢，你并不一定非要了解这个饮食这个 Five Guys 才能觉得对有文化了。你也不用喜欢去体育，你才能进入主流文化。很多人，美国人他都不喜欢 burger， 他也不喜欢体育，没有关系，他还是主。你就要把你的那一行，或者说你想做这些事情的周边的这个东西，你要以当地方式来摄取。对不对？你在 HR 方面，你一定要以美国的 HR，你要把甚至说和 HR 周围这些各种各样的环境，比如你讲的 recruiting 或者人性，对，一定要说通过当地的这个文化来摄取这个知识。你可以听他书啊，对啊，关于那个 HR 的书啊，关于这个 human resource 的书啊，关于 human capital 的书，一定要用当地的语言来，这样你可以讲他的话。就不管你做什么，就说一定要是就是讲这种和他有关的这种语言。至于什么 Five Guys 不 Five Guys，Who cares？ 我想举个例子，就是
我其实挺喜欢看脱口秀的，然嗯后我大部分其实看的还是中文脱口秀，但是我其实慢慢的会发现，我跟国内的中文脱口秀其实慢慢的有脱节的情况，就是他们说的话都听得懂，他们的梗我其实也 get 到，嗯但是我发出内心的笑声，可能跟国内的观众的笑声会不一样，因为很多事情我可能就没有亲身的经历。就比方说，现在因为国内现在环境比较严峻，很多加班996，那脱口秀基本上10个里面8个人就在调侃，对吧？啊，谁有996啊，老板有 PUA 他。我当嗯，然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因为我没有在这个环境做工作，所以没有这种切肤之痛，所以我跟他们的 connection 就会减少。那对，回过来，我其实也看过有美国人去中国用中文讲脱口秀，也有中国脱口秀演员用英语到美国来讲脱口秀，嗯然后你就会发现，讲的好的，能够跟观众距离近的，他讲的内容不是说什么特别高深的什么东西，或者是比方说中国人到美国讲脱口秀一定要聊 football，其实也不是，他其实都是讲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对对但是对对，你是切实的在当地有这种感受的，跟本嗯地的人有交互的，然后用当地的语言来讲述这么一个事儿，他就会跟观众距离很近。他不在乎说你是20岁来的美国还是30岁来的美国，你周围的环境，对吧？你用本地的语言，你的观察结合嗯，起来，其实就能够起到一个好的沟通的效果。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更自然而然的，大家都能做到的一个事儿。只要不是说我就是对吧？我到美国来，然后我所有的媒体、所有的阅读全是中文，我也不看美国嗯，的新闻，我也不跟美国的交朋友聊天，那你就跟这个环境隔绝的话，你确实就很难，你对。很难 get 到大家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没错。更多的是一个融入，然后做自己，然后把自己周边的事情能够有一些分析，有一些思考，我觉得这可能就很好了，能做到这就已经很好了，对吧？对对，是这样的，不用就是说不用想的，就是说要，其实这个时候文化设计的时候不一定很小就来，你可能你像 Ronnie Chang 对不对？你想刚讲这个例子，他是近几年才来美国的，他是一他是个近几年才来的啊。对对，是的，很他马来厉害。西亚出生长大，然后后来去了澳大利亚住很长时间，但是近几年我不敢说这多少年，5、6年、7、8年，他来了美国，所以他是成年之后来的美国。但是他作为这种脱口秀演员的话，他就是一点，他对社会的观察非常的细，非常细。而且不光他观察细，他是能够把这个用来观察的东西的话，完全的摄入，就是收到自己的这个脑中，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而且呢，表达出来，他这个表达出来之后呢，这个东西讲出来的东西呢，又是说当地人能够听得懂的。所以说呢，你听他讲话，他很强的马来西亚口音，对不对？这东西嗯，但他讲的很好笑，因为是，他讲的东西是我们知道的东西，对，所以你不用从小来美国或者怎么着，你从小来美国人还多了，美国出生长大一大堆。也是。你既然随便挣个人从美国长大，他就能讲得好嘛，对不对？他不一定。所以你这个 super power 不是语言能力，也不是说在美国待多长时间，而是说你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力，然后通过你自己的想法，把这个观察力变成你自己的知识来抒发的，这个能力是你的超能力。他的肢啊，体语言也非常有意思，这个表演的能力也很强。我觉得嗯，在你的演讲中，你也很经常会用到一些表演的部分。我觉得就是你有有一些，对，你有专门去学吗？呃，我学的不够，我只能这么说。我觉得我做的肢体语言不是我做的很好的，就是说我会去做，但是我见过比我做的好的多得多。比如我举个例子，我很少在台上走路，这个是我一直没有能够突破的一个东西。有些人他就在台上就一边走一边说，然后嗯，到这边，他甚至说当年那个 Tony Robbins 是最有名的一个东西，他把一个台上的哪个部分的什么的感觉都能放在说这个台的这个地儿是好的感觉，台的地方那个地儿是不好的感觉。他上来就开始，他叫 NPL 好像是就是他只说那个 linguistic 我现在说虽然想不出来，有点，但是他就说他是 linguistic programm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用言语把那给你 program 了。他就说，但你在台上之后，他在高兴的时候他就往这边走，伤心的时候他就走到那边去，所以你自然而然你就把这个台上这个每个地方这个感觉就能定在上面。当然这个很深了，我是没有做到那一点，我也不是我常年想做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呢都不是最重要，在我眼里，这都是技巧，技巧是长时间是慢慢能够积攒出来的，但是你的心态是最重要的，你愿意不愿意去讲，你愿意不愿意走出这一步，你又敢不敢说我的故事能打动别人，不光是说长得和我一样的人，而是就是人，对不对？就所有人，因为我敢于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所以这是在我眼里都是心态为先，心态能够决定性的改变你的行为，而你的行为就是你成功的这个货币嘛。所以心态为第一步，行为第二步，然后接下来成功不成功就看他了，就也不是你定的，但是有一些运气在里头，但你能控制就是你的心态和你的行为。太棒了！我现在突然觉得做演讲家是一个真好的职业，你这就等于没有职业的瓶颈，你就可以一直演讲下去，对，而且会越讲越好，越讲越这个对经验丰富，这这个就跟我们做 HR 也一样，你越老越值钱。不存在职业瓶颈。是这样，那个，我想问一下，嗯，你现在因为自然已经想从事这个方向，已经 dedicate 在这个职业的方向上，你的一个愿景是什么？就是你希望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或者说一个程度孔子什么样的事情，你有想过这个？有，当然想过很多啊。我这么一说吧，我前段时间读过一本书，叫做《10x is easier than 2x》，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蛮大的。他就说，如果你是创业的人的话，你想把你公司的业绩乘以10，是要比你公司业绩乘以2要简单。OK， 很多人觉得说这怎么可能？这是非常这个，当然他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个艺术品，你知道吧？让你听了之后觉得说，不可思议，这本书不可思议，对不对？它是这样，你想10倍的成长你的生意，你要做的事情和你2倍成长你的生意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那条路要窄得多，你必须要集中注意，你想要2倍成长你的方法很多，你可以雇很多人，你可以去打很多电话，你可以跟很多 network 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想要10倍成长，路非常窄，所以你就要找到那个窄路，走那条窄路，而不是这么多条路找。那种专一性其实让你成功更简单。我怎么来讲？为什么讲这个呢？我想要把我演讲 10x，我现在我可以随便跟大家讲，我现在讲一场的话，现在我的出场费是25000一次，公司这个25000一次，听着不错啊。你的回答是哇，好像挺不错。但是在我这个行业中，像我这个能做到我这样的人不多，但是也不少，你知道吧？在这个任何行业里，都实际上是有一帮人的，但不多啊。但确实不多，所以我自己知道我是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你们大家不知道有个人叫 James Clear，James Clear 来过我们公司，对，他写一本书叫做 Atomic Habit， 耶，你知道他出场费多少吗？他一场出场费现在到差不多20万，是我的10倍。OK，克林顿当年的像Hillary 当年出场费一场是60万。OK， 当然他不太一样了，他是政治的。对，你跟他接触，你请他来，实际上你在买通他，实际上你买他的关系和他这个内容是不是很相近？但是 James Clear 你要的不是他的关系，你要他的内容，因为你要他的名气，对不对？就到了 10x 的地步。所以 10x 就我自己的例子啊，想我演讲从一场2万多到一场20万的话，如果需要个 10x 的飞跃，这个是我现在做的。我现在写第2本书，如果我第2本书，我现在不光写书也好，我做的东西也好，实际上都是有这个 mindset 在里头。我怎么能够 10x 我自己，而不是说而不是光想 2x。所以一个愿景，这是我职业愿景，这是我私人的职业愿景，这是我想做的。当然这东西
知道吧？钱挣多点少一点，这个 who cares？到这个挣钱人多了，成功人多了，所以我看这方面去走，但我还一方面很在乎的是，其实这个在美国华人这个群体，我非常在乎。我在乎的方法有很多，其实我就在乎到以我自己的能做的想法，就是来最直接的，就是我希望能够培养出一些华人的演讲家来。就在美国这些中国人中，他敢于去讲，想去讲，然后到最后能够被人，对，有一个第一个学员，第一号学员来了。对，快来培训我。没有，真的讲讲你出一个演讲课吧，我觉得特别需要，特别我需要。我在想，我可能我说的东西和演讲课不太一样，但是结果我希望能够是很像的。对，我现在想一个计划。那我觉得从你刚才那个 vision 中，我觉得也很 inspiring，就是其实每个人不管做什么职业，你都可以想怎么样去 10x，而不是只是 2x。对，对，是的，然后另外就是你是在做一个，就是你自己就是这个产品。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想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 brand，你怎么样去打磨这个 brand。对，不管你是做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非常受到启发。所以你要，inspiring，我对你都这么熟了，我还经常受你启发。你要对，有艺术家，你要有艺术家这个 mindset。而且要有艺术家这个你的 mindset。职业，你想想，你的职业就是个艺术品。OK，说对，这句话，我这话讲着跟一般人讲的话，一般人觉得那么玄干嘛？但实际上是真的。你想把职业做好了，你想要 10x，你的职业就是个艺术品。你怎么能够把这艺术品打造好？艺术品打造一个艺术品的行为和做一个产品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一个产品的话，你可能想一点打，就是好像是什么，你想 iterate，对不对？你想说拿 feedback，你要 lean startup 或者各种各样的方法。但艺术品的话，你要把你自己完全投入在里头。OK，你本身就是 brand，你怎么能打造这个 brand？你怎么让你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你，对不对？你这个产品永远是可以替代的，但是艺术品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相当于说，其实你可以 view 一个工作 as a job，你也可以 view 工作 as a career，然后你也可以 view 工作 as a mission。对，它对是一个不同的 level。对。啊，在我眼里是 mission 就是 art，你怎么能把这个 对，art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想法不一样，心态不一样，你行为也不一样。你下一个 email 写出去的也不一样，你下一个 meeting 你去开的也不一样，你去下一个 one on one 和你的mentor 和你的 boss 和你的这个 peer 和你的 direct report 都不一样，因为你的心态是一个在创造艺术品的心态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而别人看你也会不一样，他对你讲话的方式，对你的行为，觉得说，哇，我这人怎么突然一下变得这么有信心了？我这人怎么讲话就敢讲，而这个主意怎么这么的 insightful？嗯。这就是你知道吗？这是做艺术品人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做艺术的人这种心态，在各种各样的都是适用的。对，你看，我们今天就完成了这个对话，就完成了一件艺术品。没错，没这错。个艺术品今天的市价是$25,000，大家免费获取了$25,000的这个艺术品。希望我们这一期若干年以后可以价值 10x $25,000，好不好？那个祝你这个在这个演讲界一切顺利，那个也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华人的这个演讲家，在美国能够大家一起来够创造更多的，为我们华人带来更多的影响力，在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本地。那今天谢谢蒋甲的这个分享，无私分享啊，真的是超值的一个一个时间啊，我们没有花钱，你看我们没有花$25,000就听了这么多有用的 insight，感谢感谢感谢。这是我一个 mission，就是我对我说每天其实我都在接收到各种各样的这种 podcast 这种邀请，但是我就绝大部分我都不想做。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这个东西我是在华人界我是想做的，我是想免费的，我是想给大家，我希望听了不管谁听这个，可能没人听，
希望有人听，但是有人听，有人听，还是有那么一小撮观众的，还是有的。但是有没有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因为我们这个实际上我们3个人，对吧？造了一个东西，希望有人欣对赏这个，没人欣赏，我们已经造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对，希望说这个能有人帮助，对有些人有帮助啊。对，对对我也很大帮助，我其实也学到了很多的这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对，感谢。那也感谢 Tina 今天这个就是花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聊，然后也感谢 Tina 分享你跟姜家以前的这些一些故事，也是非常的 inspiring。谢谢 Tina。对，我现在要把我下个月的那个演讲稿好好打磨，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品。好啊，好，那感谢两位，今天这个聊得非常愉快。那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再接着聊。那今天就先到这儿，谢谢两位，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拜拜。